全世界读书者、出版者、图书馆管理员的媒体介绍新书、好书。简讯是新的社交媒体吗？纽约时报由 Ashton Kutcher 和 Gail Siri 于2019年创立的简讯公司 Community 在 Salesforce 领头的一轮融资中获得了2500万美元 ，General Catalyst 和 Mantis 也参与其中，这使该公司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1.14亿美元。这家初创公司是作为名人与粉丝交流的一种手段而推出的，但已经发展成为 HBO、麦当劳、康泰纳仕和纽约洋基队等家喻户晓品牌的信息传递。根据 Kutcher 的说法，与社交媒体相比，该服务通常拥有高达 45% 的点击率和 98% 的打开率。Zendesk、Twilio 和 Attentive 等社区和服务都在争夺消息空间，但这家初创公司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收集到的客户资讯量。细分是服务的一个关键方面，这意味着可以根据客户居住的地方或他们已经购买的特定产品来定位客户进行更新。然而，品牌必须说服客户注册文本，并且在文本收件匣中吸引受众可能比在电子邮件中更难，因为消费者已经收到了大量营销资讯。新资金的到来之际，一些品牌越来越担心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以及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中间商的影响力。这种担忧促使品牌探索与客户建立数字关系的替代方法。正如库彻所指出的 ，Twitter 刚起步时比今天更有效。超级富豪如何激励珍妮·杰克逊撰写2023年的夏季读物。英国独立报，纽约出版商珍妮·杰克逊 Jenny Jackson 写了一部小说，探讨了继承巨额财富的道德和情感后果。凤梨街讲述了斯托克顿家族的故事，他们通过特权和好运拥有巨额财富。杰克逊的背景植根于书籍编辑，在那里他与凯文·关 Kevin Kwan 和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 Emily St. John Mandel 等畅销书作家合作。他认为出版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事情，我们是否试图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求，还是我们品味创造者告诉读者他们需要什么？老实说，两者兼而有之，对吧？就像在好日子里，我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品味制造者，在糟糕的一天，就像我们都在追逐如果那样，那么这个写坏女孩让我赚了足够的钱买房。英国每日电讯，美国创作歌手布鲁斯·苏丹诺 Bruce Sudano 与已故妻子唐纳·萨默 Donna Summer 共同创作了迪斯科热门歌曲《坏女孩》Bad Girls。他说，拥有自己的出版物是靠收入过上富裕生活的关键。拥有我的出版物很重要，以确保当别人录制我的一首歌时，我有2种方式可以从这首歌中赚钱，作为词曲作者和出版商，他说。Sudano 说，现在许多歌曲都列出了10多位作家，由于需要削减的人数，作为词曲作者的谋生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对书籍的禁令。半岛电视台，根据文学和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美国笔会的数据，在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间，美国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和教室共实施了1586次禁书令。德克萨斯州以713项禁令领先全国，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456项，佛罗里达州204项和俄克拉荷马州43项。主要删除的是以 LGBTI 加主题和角色为主题的书籍，以及涉及美国社会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文本。共和党领导的德克萨斯州众议院目前正在一项法案上取得进展，该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图书馆中含有色情内容的材料。为什么德国人做得更好？来自一个成年国家的笔记。英国每日电讯，新政治家的前编辑约翰·坎普夫纳 John Kampfner 因其著作《为什么德国人做得更好？来自一个成年国家的笔记 Why the Germans Do It Better Notes from an Adult Country 而受到批评。该书启发了一些留欧派。坎普夫纳赞扬了德国在移民、气候变化、文化以及处理新冠疫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政策。他因书幼稚而受到批评。书中忽略了德国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该政策与乌克兰入侵适得其反。他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超过 60% 的40岁及以下的德国人不知道有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作者认为，德国的铁路基础设施不如英国。德国铁路列车服务最近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低的准点率。亲爱的宝贝，我的。英国每日电讯，好莱坞演员戴安·拉德 Diane Ladd 和罗拉·邓恩 Laura Dern 的回忆录《亲爱的宝贝，我的》探讨了他们动荡的关系和他们面临的困难，被誉为最好、最真实、最令人震惊的好莱坞回忆录之一。这本回忆录由皇冠出版，讲述了这对母女之间的一系列对话，
记录在拉德被给予6个月的生命时，在此期间，他们讨论了爱情、性、离婚和死亡，以及邓恩在电影界的崛起。这本书的价格为22英镑，28美元。启示录：如何让你的名人讲述一切的回忆录大受欢迎。悉尼先驱晨报：哈里王子的自传《Spare》自1月以来已在澳大利亚售出近12万5千本，并自信地在2021年在澳大利亚销售的所有自传中名列第一。坎迪斯·华纳 Candice Warner 的回忆录《奔跑强劲 Run Strong》是一本回忆录，它详细描述了臭名昭著的克洛维利酒店 Claw Valley Hotel 的厕所优惠，据传预付款为8万美元，而哈里王子的预付款为2000万美元。然而，伊丽莎白·吉伯特 Elizabeth Gilbert 的吃、祈祷、爱 Eat, Pray, Love 是自传史上销量的旗手。贾库家族信托基金 Jocko Family Trust 的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The Happiest Man on Earth 排在第3位。在商店中浏览提供了在线演算法无法提供的内容。加拿大 CBC 网上购物的兴起导致人们错过了偶然发现的机会。多伦多作家杰森·古里尔 Jason Guriel 在他的散文集《论浏览 On Browsing》中说，与引导客户购买特定产品的在线演算法相反，浏览艺术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曲折活动，可以带来变革性的发现。与购物相反，浏览主要是享受氛围， Guriel 补充说。然而，零售分析师丽莎·哈奇森 Lisa Hutchison 也表示，友好、知识渊博的员工可以显著增强客户体验，在客户和商店之间建立更长的关系。吉姆·布罗德本特谈 J.K. 罗琳，我认为他很棒，我会支援他。英国每日电讯：吉姆·布罗德本特因在《哈利波特》电影中饰演霍拉斯·斯拉戈霍恩而闻名，并在他的国家赢得了声誉，是一位深受喜爱的演员，拥有备受尊敬的职业生涯。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扮演过各种角色，包括尼尔·乔丹的《哭泣游戏》中的酒保和哈罗德·弗莱《不太可能的朝圣》中的主角。他还在理查三世中扮演理查三世，在伊恩·麦凯伦的精彩电影改编中扮演白金汉公爵。该电影将历史人物想象成法西斯密谋在1930年代伦敦掌权。当被问及围绕没有残疾演员扮演残疾人角色的争论时，他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不能在表演中制定规则。布罗德本特的父母由波西米亚人抚养长大，在林肯郡的乡村平原上组建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社，并在农场中进行了创造性的成长。布罗德本特就读于贵歌会学校雷顿公园学校，在那里他培养了幽默感并造成了严重破坏。被学校开除后，他去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演员。他曾就读于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并从事表演事业。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称为可接受的前卫，仍然在系统的结构中。布罗德本特曾与特里·吉列姆 Terry Gilliam 和麦克·利 Mike Lee 等开创性的电影制作人合作。我一直在寻找那些家伙，他说。为了反映他的艺术技巧，布罗德本特于2018年创作了一部名为《沉闷的玛格丽特》的图画小说，灵感来自老伯鲁盖尔的画作。此外，他还扩大了他的艺术追求，在他的棚子里雕刻了畸形的木质人物，配上衣服和头发，创造了一种恐惧反应的接受。尽管由于大流行而取消，但布罗德本特计划重返西区制作老维克的非常昂贵的毒药，并已与其他艺术家合作开展皮影戏等专案。J.K. 罗琳与左翼律师就臭味书评进行跨性别牌。英国每日电讯： J.K. 罗琳在嘲笑律师和左翼活动家 Julian Mom Casey 之后，被卷入了跨性别权利的冲突，后者对他的书的差评感到愤怒。毛姆指责《泰晤士报》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而攻击他。作为回应，此前因性别批判观点而受到批评的罗琳拒绝了毛姆辩论跨性别问题的提议，并暗示他假设所有女权主义者都是一样的。毛姆此前曾在2020年批评罗琳，因为他似乎嘲笑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互联网如何破坏浏览的乐趣？英国每日电讯：根据作家和剧作家安迪·菲尔德的说法，在线为使用者提供的无限选择可能正在消耗我们的幸福。他认为，良好的浏览取决于可以浏览的材料数量有限，这涉及到接受可能无法获得适合使用者的完美专案。菲尔德说，浏览体验的随机性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店为随机相遇提供了机会。这是因为计算机不能随机，而是试图为人们提供确定性。相比之下，探索不一定适合他们的物品的机会曾经让人们感到满意，菲尔德说。Stormzy 推出首届井号 Murky 书节。BBC
说唱歌手 Stormzy 的井号 Murky Books 在卡姆登为期2天的文学节上庆祝其使文学多样化的使命。该印记于去年由企鹅兰登书屋英国和污垢明星推出，旨在培养和推广多元化的故事讲述者。该节日旨在揭开行业的神秘面纱并鼓励年轻作家。头条新闻包括 Nuts 和 Crosses 作者 Mallory Blackman、词曲作者 Rach 32和作家 John Eggert。除了讲座之外，还举行了研讨会和小组讨论，业内人士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年鉴可能很时髦，但他们正在淡化历史。英国每日电讯，专注于特定历史年份的书籍越来越受到出版商的欢迎，为新手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事件的简单方法。然而，这些作品的品质水准各不相同，一些作者采用历史性方法来将他们所描述的事件置于上下文中，而另一些作者则在没有更广泛背景的情况下提供快照。问题在于，对个别年份的研究是能够真正阐明一个更广泛的历史故事，还是掩盖它。虽然考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可能影响了哈姆雷特的角色，或者莎士比亚公司球员的崛起支撑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是很有趣的，但将历史切成易于消化和理解的部分是错误的。专门针对个别年份的书籍可能会使历史更容易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但它们应该被视为更广泛背景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过去的简单切入点。图书管理员说，这本1970年代关于青春期的小说启发了几代女孩。加拿大 CBC 小说你在那里吗？上帝。裘蒂·布鲁姆 Judy Blume 的是我，玛格丽特 It's Me。Margaret 是1970年代成年的一代年轻女孩的一本具有影响力和开创性的读物。现在，自首次出版以来已有50多年，这本书已被改编成电影，一部关于布鲁姆的纪录片《永远的裘蒂·布鲁姆》也正在首映。大维多利亚公共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维基·尼尔森 Vicky Nielsen 指出，这本书仍然与现代读者相关，可以为女孩提供归属感，并回答有关青春期和身体变化的问题。在旧书中寻找别人的东西的持久不朽的魅力。加拿大环球邮报 Twitter 使用者分享了他们对二手书中不同物品的发现。在1806年的家庭圣经中发现了一片压榨的藤叶，而在1932年的伦敦旅游指南中发现了1913年的多伦多有轨电车系统地图。其他发现包括情书、明信片、剧院门票、压花和私家侦探的名片。一些用户报告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例如一张作者挖掘英国最闹鬼的房子的照片，以及一本恐怖故事书中一个女人的斩首图像。欧洲原住民故事的历史记录。外交政策。英国历史学家卡罗琳·多兹·彭诺克 Caroline Dodds Pennock 的著作《野蛮海岸：美洲原住民如何发现欧洲》On Savage Shores: How Native American Discovered Europe 挖掘了欧洲原住民故事的历史记录。在对纸质档的痴迷中遇到了一条死胡同，发现其土著主题已经逃脱。彭诺克试图将代理权从欧洲交战方转移到美洲原住民，这是5个世纪以来传教士、政策制定者和教师为土著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延续。这表明他们需要欧洲后裔的帮助来定义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土著人民通过口头讲故事仔细地保护了他们最神圣的故事，使他们经提取，只有在有意和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转移。传统故事和语言是抵抗殖民征服的手段，殖民征服试图摧毁土著身份和自治。视觉艺术为了解美洲原住民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窗，特别是对于学习其遗产的年轻一代而言。现代土著艺术家将过去视为想象和构建未来的一种方式，同时为非土著游客提供解释土著习俗的新方法。这就是天启的样子吗？英国每日电讯撰稿人 Arwa Hater 写道，岛屿正在成为气候小说的重要背景，图瓦卢计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元宇宙的数字国家，以及被联合国视为威胁的52个小岛屿。海德尔回顾了最近出版的3部小说，这些小说都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幻想岛屿上：洛林、威尔逊的海母亲、贾斯汀、克罗宁的摆渡人和娜塔莎、考尔德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然。每个都专注于岛屿的气候、反乌托邦及其角色在其中生存的斗争。一生之书，希拉蕊·曼特尔 Hilary Mantel 的更安全的地方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希拉蕊·曼特尔 Hilary Mantel。英国独立报。本文的作者谈到了阅读希拉蕊·曼特尔 Hilary Mantel 的更安全的地方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一书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17岁时和家人一起度假，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这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尽管这本书很长，
封面看起来很沉闷，但作者从第一页就被迷住了，发现自己痴迷于阅读它。他们还指出，这本书抓住了革命的精神，让读者觉得他们正在经历革命。现在重读一遍，作者想知道这本书的风格是否也捕捉到了青少年的紧张程度。长寿的秘诀已经为人所知，而且并不昂贵。悉尼先驱晨报，运动是最有效的长寿药物。根据专注于长寿科学的美国医生彼得·阿提亚 （Peter Attia） 的说法，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5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体育锻炼是有道理的，但他并没有解释寿命的差异。为了达到健康和寿命功能的极限，作为一个60岁的人，当80岁时，可以通过将运动分解为力量、稳定性、有氧效率和峰值有氧能力来获得好处。阿提亚声称，定期锻炼可以延缓死亡，但也可以保持认知和身体能力。运动期间呼吸不良或紊乱会使人更容易受伤。溜冰鞋、白色爪子和手腕骨折。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作家艾莉·罗巴顿 （Ellie Robaton） 分享了她在轮滑之夜的生日派对上摔断手腕的经历。她最初认为她不需要医疗护理，直到她的丈夫检查了她的手腕骨折，并迅速提醒她有一本书要写。失去几周专注和富有成效的写作的想法不是一种选择。Robaton 反思了他从小就计算卡路里的人格特质，以及他如何使他摆脱生活中的损失和痛苦。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在一个退缩的季节中，罗巴顿在黄色的法律笔记本上手写，将他的想法和愿望转化为小说。随着世界在2020年3月进入封锁状态，他又经历了一个无助、不确定和恐惧的季节，才实现了写小说的目标。罗巴顿讲述了最初的一堆法律笔记本如何最终成为一部小说，他多次重写和修改。他的叙述是一个关于韧性和决心的鼓舞人心的故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读书视频是 https://youtube.com/@mjbooks， 欢迎前往观赏。